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包明。这期话题我们说说印度军方在东线建设28个项目。印度的国防部长辛格称不怕和中国打仗。1月3号，印度国防部长辛格在强占的中国藏南出席了一次活动。印度边境道路组织用2022年1年的时间，在这个地方呢修筑了28个基础设施。辛格出席了一座桥梁的开通仪式。辛格叫嚣说：“我们不相信战争。但如果战争强加给我们，我们会战斗。我们的武装部队已经做好了准备。一座100米跨度的钢结构的桥落成，国防部长亲自前去剪彩开通，还发出战争威胁。这本身就说明了印度基建能力的薄弱，也说明了印度在这里修桥为的是军事目的。长期以来，印度对其东北地区的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基本上采取了不闻不问的态度。对于强占的中国藏南和吞并的西京这些地区，更是任由当地的人民处在极度的贫困之中。最近呢，印度政府忽然想起来，在这里架桥修路，并不是为了老百姓的福利，而是为了和中国对抗。如若不然，那就不是国防部长去剪彩了。根据统计2022年藏南地区，也就是印度非法设立的所谓的伪阿努纳恰尔邦，人口不够138万多点 ，GDP 仅有36.9亿美元。人均2670美元，藏南地区的人均每天生活支出不超过1.25美元，是处在联合国规定的贫困线以下的。而在中国治理的西藏地区 ，GDP 达到了297亿美元，人均8114美元，是藏南地区的3倍有余。我们估计要是把印度统计数字里面的水分挤掉，差距可能会更大。可见，维护领土完整、逐步收复藏南，不但是一个主权问题，也是对藏南地区的老百姓的责任。印度呢，当然非常清楚中印实力的差距。以往因为地形地貌上的困难，我们的军事力量和行政力量无法投送到藏南，给了印度可乘之机。随着基础设施建设能力的提高，我们已经可以向藏南方向投入更多的力量，实施更有效的反应了。现在轮到印度面对地形恶劣、交通不发达的困难了。正因为如此，印度军方才紧急投入力量，在藏南地区架桥修路，试图提高军队的机动能力。但是现在看来印度方面虽然嘴硬，实际上对工程建设的进度和通信能力是不满意的。印度东北地区的经济落后，基础设施薄弱，并不是临时抱佛脚就能强化出来的。印度在东北方向只有一个第4军。熟悉1962年边境冲突历史的人很清楚，这就是那个遇到解放军痛打，2个旅长一死一俘，连军长考尔都差点当俘虏的部队。第4军目前有3个山地师，算是印度陆军的精锐，但是因为道路问题，这3个师不可能全都摆在当面。印度方面积极的抢修道路，就是为了让第4军的主力能够尽量多的展开一些，相对于解放军就能占据人数上的优势了。不过，从辛格公布的工程数量和规模来看，还是不可能解决第4军大规模展开的需求。藏南地区的南部虽然是肥沃的平原，但是进入山区之后，地势就非常的险要，道路只能沿着河谷修建。即使以中国的工程能力，多年来也仅仅是建设了一部分桥梁、柏油道面和居民新村而已。印度方面的困难就更大了，这实际上形成了一个对印度极其不利的局面。印度的财政能力远远不如中国，为了在西线和解放军对抗，被迫投入2个集团军的庞大的力量。在经济基础薄弱的东线，印度还要靠前部署一个集团军，这是巨大的财政负担。印度国内并没有强大的经济体系可以吸纳东北地区的劳动力，开发这里的资源。边境道路组织的所有建设都纯粹是财政投入，基本上不会带来什么产值和税收上的回报。所以印度方面要是愿意和中国搞什么基建军备竞赛，我们求之不得，因为印度修的这些道路桥梁很有可能是为我们准备的。好，这期话题我们就说到这里。